月光下的那句晚安，隐藏着多少离殇不可藏。谁又能像北极星辰，永远地挂在天上，不动荡，深陷着泥潭，守护着平凡时刻，面对着考验，我宣战。人恶如沙漠，我不曾碎过，所以路途太长太久，无法回头张望。滴水的奔涌，粉碎着迷雾，风帆之上，只为你而寻找远方。爸，您周末要是有空，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？我又不会打。我可以教你啊，很多爸爸都陪着一起去打的，自己也能锻炼。像明大叔就常去，说对睡眠特别好。您不是睡不着吗？行行，我有空陪你去啊。嗯。对了，这拍子可是花你爸半个月工资的，回去跟爷爷千万别说是4000块钱买的。那我说多少？我说3000。那我还是说2000。说800吧，说800，好吧？哦，好。喂，宋局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这就过去。哎哎，好好。所有报表都复印了吗？复印了，这些您看一下。进来，正好。宋局小区，抱歉来晚了。没有，正好材料刚刚整理出来。哦哦，哎，那发票原件呢？哦，我忘了，我现在去拿。正浩，怎么了？小新有皮了？小新男孩子嘛，皮点好，我就怕他呀闷不吭声。你瞧，这说起小星，这人都变得慈祥了。我打电话呀，除了催你，还有就是要提醒提醒你，这青春期的孩子啊，要多用文招啊，少用武力。我像用武力的吗？像，像像吧？我从来没有用过武力，我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他。真的啊？啊，我不信，我脾气这么好的人，我都打过孩子。董姐，董姐，你打过孩子吗？我还打呢，每天忙的人都见不着，平常都归他妈管。好，我们言归正传。东杰他们现在负责调查的这个企业呀，宇回咖啡，虽然说排除了虚开发票的嫌疑，但是现在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准确的调查举证。你看现在这时间紧，任务急，局里的意思呀，就是调你过来协助他们工作。你的正式调动手续呢，人事部门正在办理，你先投入工作。好，没问题。东杰说，对方这次请了非常强大的税务团队，数据举证方面，你得使出全部的本事啊。明白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我们刚才还讨论了这个分工，数据举证方面呢，你负全责，在工作和人事调动上，还是由东杰来全权负责。这是宇回咖啡所有的资料，你先消化一下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及时问我。人手方面你提要求，我安排。好，我尽快了解情况。喂，是我。锦秋，礼物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为什么平白无故的送我礼物啊？没有啦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他代理一个高端的香水品牌，卖的特别好，所以我就借花献佛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丹娜那边我也送了。你什么时候才会忙完啊？你感冒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千万别
梁总，请进。有人来了是吗？那你先忙，我回头再给你打电话。好嘞，拜拜。这个是宇回跟伊藤的相关合同，然后这个是宇回的市场调研报告，还有他们在国内各分店的成本支出、营业额等数据。这个是伊藤的资料。好，辛苦了，我一会儿看看，你去忙吧。好。老板，您今天有约会啊？没有啊。那这个花是？哦，是一个朋友送的。你要喜欢，你拿走吧。还有这个香水，我平时也不用香水，放在我这儿浪费了，都给你。啊，送我呀？对呀，你最近这么辛苦，奖励。谢谢老板。哟，进来。老陈也在啊？哎，这不检查二科正式设立了吗？眼下就正好一个光杆司令，我来和宋局商量一下，拟一个初步的科室人员名单。哦，坐吧，来，你也看看。说实话，郑浩当年在局里工作的时候，我留意过他，这小子天生就是干稽查的料。宋局啊，这个名单我没什么大意见。不过啊，这上面有好几个人，都是东杰一手带出来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咱们是不是也听听东杰的想法？我赞同你的想法。这个检查二科新成立，郑浩这和工作人员左右是要磨合的，所以在人员的分配上啊，还是多听听东杰的想法。我同意宋局的意见。这两个人啊，东杰做事认真，郑浩呢做事脑子活。这俩呢是一稳一静，各有所长。相信在他们俩的带动下，这一定能带出很好的后备力量。可不嘛，在遇到难办的大案要案的时候，两个科室可以合在一起，取长补短。哎，老陈，你把这个人员的名单再琢磨琢磨啊。我先跟老肖去开会去了。好嘞。梁总，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查到了一些信息，您看这个。伊藤科技第一大股东叫文艺华，她是周总的前妻。这份报纸是8年前一次公开活动的，周总和文艺华一同出席了活动，但是他们两人当时是分属不同的互联网公司。好，我先看看，你辛苦了，先下班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梁总。喂，在哪儿？小周刚刚查到，周总的前妻文艺华，她是伊藤科技的股东。哦，这个我也打听到了，但是周总跟他前妻6年前就离婚了，法律上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觉得这也证明不了宇回跟伊藤有关联关系吧？没什么问题。没问题最好，但如果有问题，我们不能有一丝侥幸心理啊！别担心，今天肯定是太累了，早点下班，我挂了啊。小雪，哎，总算没有迟到。宋姐，干嘛这么着急忙慌的？别提了，早晨我送我闺女去幼儿园，然后去趟医院，我丈母娘不是住院了吗？哎呀，结果满脑子都是宇回的事儿，追尾了啊！不，没事，处理完了。
那个，要是家里面有病人，不行你就歇2天。歇不了，过2天宇辉那就要举证了，时间来不及。哎，我待会儿找您和宋局汇报一下宇辉的情况啊。我先准备一下资料。好，你先去。走了啊。啊，嘿，一会儿会议室见。好嘞。哎，还以为马副科会成为2科科长呢。马副科哪有人家证据过去硬啊？以后得喊人家正科了。哎，那咱们理科以后就是1科科长了呀？那可不，人家刚来就能平起平坐，有关系就是不一样。你们说这陈副局退了之后，咱们正科跟理科之间谁会上副局啊？理科，理科，你看，这2科的门牌都挂上了，这区局的正号正是调过来的。这是跟你有关系吗？啊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哎，不是，师傅，2科这我听说要分一部分人过去，我可不能去啊，我得跟着您啊。啊，我先回去干活，您可别不要我了。我看了全部的资料，我先提2个问题抛砖引玉，大家可以补充。根据资料呢，这个易腾科技公司成立3年以来，最大的一笔交易额及利润就是来自于卖给宇辉咖啡的这套软件。首先我们要明确了，这易腾科技是否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？郑科，这方面的情况我了解过，易腾属于软件企业。在税收政策方面，享受的是2免3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那因此，2家企业这4000万的交易，不能排除人为调节税负的可能。好，第2个问题，宇辉和易腾2家企业是否存在关联企业的关系？郑科是这样的，这2家企业确实有点关系。易腾科技的大股东文艺华是宇辉周总的前妻，2个人在6年前离婚，有个小女孩跟着前妻。这个信息非常有用。从法律上讲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根本构不成关联企业。我明白，但是还是有相关关系的。就算周总为了少交税从他前妻企业过手，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证据。更何况他们俩都离婚6年了。上千万的钱从前妻企业过手，我认为太不合理了。也不是没可能啊，就算离了婚，关系不见得一定差吧。 2个人都是企业的老总，又是大股东，这上千万的钱你来我往的，那其他股东怎么可能同意？外围信息只能作为参考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数据举证这方面的问题。郑科，你就说，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你吧？ 举证方面得分组进行，一组人负责调查跟宇辉同类型咖啡店企业，调查清楚同类型软件市场价格的情况。张璐，小石，你们配合郑科。好。这评估易腾科技这套软件的研发成本费用呢，我们需要找第三方专业评估公司。这是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的名单。 建议我们找2家公司同时背靠背进行，这样评估的数据更加准确、更加客观。我去向局长申请。小李、小王，到，你们负责协调对接。好的。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多做些外部关联信息的工作。没有问题。你想查就继续查，欣欣，你配合。好。还有需要吗？没有其他的了。 各组具体涉及的细则、纲目、要求，我随后发给大家。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。各组务必在周4前完成相关汇总。周5我们碰一下，没问题吧？看我干什么？没听见吗？没问题。好。真没想到啊，政科比理科还要严格呢。是严苛吧？这么短的时间，这么一大堆任务。 这不加班根本做不完。本来啊，今天还要去见女朋友的，又泡汤了。哎，欣欣，以工作为重吧。我有件事求你，欣欣，那个要不咱换一下呗？你去做数据分析，
我去打听外围消息。你数学比我好，咋样？可以啊，你去问一下政科、理科，他们同意就行。那算了，理科还行，政科我也不太熟，万一我这表现的太突出了，不好。哎。等忙完宇辉这个案子啊，我做东请大家吃个饭。安元科老李他们问我时间呢。周浩，这儿也没有别人，咱俩就别装了，啊？你说这些年除了东河的案子，咱俩有过交集吗？没有吧？你想不想见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想见你。现在呢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，又避不开，凑到一块儿了，所以咱们该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，没必要客气。你说，咱们现在算什么关系啊？老同事，老朋友。老同事算，老朋友嘛。6年前，咱们就已经不是朋友了。过去的事儿，咱俩都不想提。那你说，坐在那儿喝大酒，聊大天儿，咱们说什么呀？啊？多尴尬呀！何必硬往一块凑呢？对不对？但你放心啊，我李东杰虽然心眼小，但是工作上丁是丁，卯是卯，该协作协作，该配合配合，绝对没有二话。刚才你看见了，对吧？另外，检察2科要从我们检察科现在的人手里边抽调。陈副局长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说这些人都是我带出来的，让我先挑。我觉得没必要，我李东杰不需要这份照顾，所以你看上谁了？你说。我也刚来局里，跟大家也不熟，都可以。那就成。对了，这次宇回请的税务团队负责的是个女的，单信事务所，叫梁锦秋，是那个6年前没给你结成婚那女的吧？我可提醒你啊，狭路相逢，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，也别勉强，可以申请回避。不用，没事。忙吗？所以在这儿可以看到，这个部门呢，也是对我们线下一些门店一些门店的整合设计，紧跟着我们当季的一些新品的元素来看，可以看到最新的设计在这儿。目前的所有的资料就只有这些了吗？对，稍后呢会有人再把新的一份资料传到您这边。对，好的，这些也都全部都先记录下来。哎，好。进来。郑哥，来听。这个数字不对了，这是347692。这个是我们最近调查的所有的调研报告，关于2家公司的。大家可以从这个表格上清楚的看到，文艺华呢就是伊藤科技的老板、股东，他们俩其实是有8年的婚姻关系的。
那为什么宇辉公司要花高出市场价几千万的价格去买这套设备？谢谢啊。这是我们公司做的评估报告书。这套设备在市场上也就价值2500万。税务总额是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这儿。它的每一个产品，销售额是多少？每个门店每天的营业额是多少？哎，你们这儿每天是上午人多还是下午人多？这得看分情况。请你了解点情况。哎，好的，有什么问题？这你都没有。好。这个是啥？还没走呢，马上走了，我们。看见梁总了吗？他在里面呢。赶紧下班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下班了啊！都连着加了几个班了，今天不许熬夜。走，跟我一起下班。方案还差一点。方案不是昨天就做完了吗？是另一套方案。什么另一套方案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事情呢，我本来想明天上午再跟你讲的。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严肃？从目前我们做的调研分析来看，宇辉从易腾那儿购买的那套软件，真实价值应该是2500万左右。为什么宇辉要花高于市场1500多万的钱来购买软件？因为易腾作为高新科技软件企业，它享受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。宇辉很有可能做了不合理的税收筹划，来有意避税。我仔细的研究了他们公司近5年的财务报表。你的另一套方案是什么？是跟税务局坐下来谈的方案，一套谅解方案。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我们能算出来的数据，税务局也一样可以算出来，而且他们有更多合法的渠道，可以查到更多我们查不到的信息啊。景秋，我今天早上刚刚跟周总通了电话了，我在那儿信誓旦旦拍了胸脯的，我说咱们矩阵方案已经完成了，没有问题。我一定能帮他解决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跟我说什么第2套方案，我怎么跟周总解释？实话实讲。实话实讲。哦，我去跟周总说，周总，我们也怀疑你把宇辉部分的钱转到你前妻那儿避税了。景秋啊，咱退1万步说，就算周总真的这么做了，只要法律上没有问题，咱们作为宇辉聘请过来的专业税务团队，就必须要站在客户的立场和利益上去解决问题，这是商业规则，也是宇辉聘请咱们的目的。你除非现在就告诉我，第1套方案一定会输。不一定，但是所有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我们都要想的。如果税务局的举证做得非常扎实，如果他们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证据，那第2套方案就是我们的预案啊。就是我们站在宇辉的立场和利益上做出来的预案。你现在如果把第2套方案拿出来，就是让我去得罪客户，会让我们的客户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、名誉损失。
我怎么去谈长期合作？这怎么能是得罪客户呢？作为合作方，我们就应该想到并且做出第二套方案来。我非常看重这个 case 的，景秋，你知道我为了搭上这个关系，我费了多大心血吗？开业那天，我们俩是不是放了豪言壮语，说要把我们所变成5A 级的所？那就必须要围住宇回这个大客户。我现在朵朵上国际学校的事儿也要靠周总，我一直想让他上那个国际学校，我托了关系，花了钱没有用。我前2天刚知道，人家周总太太刚好就是这个学校的校董。丹娜，这是两码事。我知道是两码事儿，但是这就是所谓的人情世故。况且你也没有为人父母，你不知道我的苦心呀。你刚才是不是说，我们第一套方案不一定会输？是。那这么着，咱们去税务局打听一下消息。你如果不方便出面，我去。我听说郑局已经调到稽查局当科长了，我去问问丹娜，我不看看有没有同意。我不敢讲自己是最好的税务师，但是在这个 case 上我尽力了。如果宇回他做了不合理的税务筹划，那就算这次我们过关了，我们拿下了这个案子，签下了长期合作的单子，那之后呢？那将来这个风险依然存在，我们有能力跟他们一起去面对更大的风险挑战吗？我们有吗？而且，工作跟私事不要搅得太深，得不偿失。我们呢是根据市场规模、地域、店面综合对比了3家咖啡店企业，其中包括一家外资企业。张璐、甩峰，给大家发一下资料。这2份评估报告呢，是我们找了第3方专业的评估公司做的。大家看一下。2家公司做的评估报告几乎是一致的。这套智能软件，它的市场公允价值大概是2000到2500万左右。2份评估报告的结果呢，也符合同类型咖啡店企业在购买类似软件的一个平均值。从举证的数据的结果来看呢，宇回从易腾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化软件，它的购买费用是高于市场公允值接近1倍的，非常的不合理。所以，我们认为宇回在这方面做了不合理的税收规划。我上午已经把方案给周总发邮件过去了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到宇回楼下了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你呢，就安心的在医院做检查。好，挂了。于总今天不来了吗？对，他很早就约了一个很难约的医生，改不了时间了。梁总，
咱们今天这仗是不是不好打？放轻松，集中注意力，正常发挥就好。但是有一点，税务局提出的所有问题必须要记录清楚。好。梁小姐早啊。李科长早。这是我同事郑浩，这位是梁锦秋，您好。你好。通过这几天的查证分析，我们认为贵公司从易腾所购买的这套大型智能控制软件，价格是不合理的，明显高于市场价格。梁小姐，这份资料就是我们提供的科学、正确的数据。我们呢分析了这套大型智能化咖啡软件系统的特点，发现它在咖啡店领域呢也并没有独创性，别的咖啡店也有同类型的软件投入使用。针对这一特点呢，我们调研类比了跟宇辉品牌定位相似度较高的3家企业的情况。这2份评估数据报告是来自于第三方评估机构。既然刚才以 MCO 咖啡为例，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。MCO 深耕国内咖啡市场20多年，具有非常高的品牌价值，能为他们研发设计这样的软件，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可以获得一个超额的回报的。比如说，业界的知名度，那他们之后的订单肯定就是会成倍的增加，相当于是一个无形的广告费。所以 MCO 购买类似的软件价格偏低，我认为这个不具备参考性。另外2家，他们采用的是3年前的软件，那3年前供应链、设计研发公司都还处在一个起步期，他们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市场供求、研发成本，包括核心竞争力的技术都不一样了，所以我方认为这个参考性也不具备。这是我方列出的研发成本数据，以及在未来能为宇辉带来的一个预估收益数据。这套软件自投入使用以来，几个旗舰店的盈利增速都在15%以上。那考虑到宇辉进一步的发展，以及未来3年门店数量的增速，我们预计这套软件全面投入使用之后，可以为宇辉带来上亿元的利润。所以，我方坚持4000万的购买费是符合宇辉的实际情况的，也是符合宇辉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，并且这笔费用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，并没有违反税法规定。现在在中场休息，还算顺利吧？你那边怎么样？检查的？好，那一会儿我们回公司再聊。挂了。没想到，他们找了你来跟我打擂台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是吗？我看你们准备的挺充分的。你们的举证做的也很准确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助的话，我随时来找你，都会帮我，是吗？我说过。那如果这件事情上我说，希望你能帮我，
你愿意吗？不敢还是不愿意啊？聊着呢。我刚刚问我老同学，我说啊，今天这场会真的是挺艰难的。作为老同学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我透个底儿啊？这样我们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啊。你刚才跟他交底了？没有。你们这种关系很难面对，我理解。但公是公，私是私。当年他爸的事儿，谁也不怨。我知道，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，我跟他都分得很清楚。差不多了。同类型产品的市场价值是否值得参考呢？我认同梁小姐的一些说法，各家情况不同嘛，市场也瞬息万变。但是这款软件它是否价值4000万？我认为我们双方是存在认知的差异的。我们的评估数据呢，侧重于研发的成本加合理的利润，而梁小姐所带的税务团队呢，是侧重于宇回咖啡购买了这款软件以后，在未来市场收益带来的溢价，2000到2500万，这是我们对这款软件的价格估值。我们的资料当中有非常准确详细的数据支撑。伊藤科技是一家高科技企业，公司用地、公司人员的工资等等一切费用，与各家公司的资金往来、股东信息，包括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等等，我们在资料里边都已经详细的说明了。同时，我也认可梁小姐的一些措辞，这款软件会给宇回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。两家公司的售买交易也符合商业市场的惯例，表面上看没有违反税收制度，可是，在实际查证中，我们发现两家企业是有深度关联的。我们分别查证了宇回、易腾两家公司的股东名单，包括每年的分红情况，还有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等等。易腾呢有3位股东，大股东文玉华女士占股90%，2位技术型高管各占股5%。表面上看，各位股东和宇回所有股东没有任何牵连。宇回的大股东，也就是周先生，持股65%，市场总监和财务总监各持股5%。但是，宇回的第2大股东张丽女士持股25%，不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。我们查了她的信息，发现她呢是易腾大股东文艺华女士的表妹。5年来，宇回的每一笔收益分红，她都是打到了同一个固定的账户上。给我拿杯冰水进来。你所谓的第2套方案，就是为了预防税务局查到我前期找人代持宇回股份的账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不认为现在就没有办法了。我这套方案是我之前的税务顾问做的，他认为只是在税法的缝隙里找到平衡而已，这不违法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如果我们坚持没有过度的税务规划的话，胜算到底有多大？我认为很小。这套软件的真实价值就是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。我做的第2套方案预估也是在这个区间。周总，税务局已经掌握了关联交易的证据。梁小姐，我请你是来打胜仗的，你可以不动用你的关系，我尊重你，我也理解你，可你不应该就这么快让我投降吧？啊？周总，
我觉得您用投降这2个字不太准确吧？我们受雇于宇辉，一定会竭尽全力去维护宇辉的利益。维护利益不只是钱，还包括要提醒宇辉可能要面临的税务风险。如果您坚持继续强硬下去，那宇辉这个品牌的信誉度就会受损，甚至于你们 B 轮的融资也会受到影响。还有，您前妻代持股份的事情，您应该要提前告知我们，这是起码的尊重。我们也可以做好相应的对策。周总，您的水。我前妻代持宇辉股份的事儿，税务局可以通过大数据调查出来。你怎么查出来的？经验判断吧。我们研究了宇辉的股东结构和财务状况，4000万不是小数目。这笔交易明显对宇辉是不利的。2位小股东持股少，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做安抚，但是25%的股权持有人就不同了。除非关系和利益纠缠很深，利益当头，什么样的关系能超过钱的分量呢？或许只有知情的关系吧。我爸爸曾经也是心存侥幸，后来出事了，自己辛辛苦苦一手经营起来的公司瞬间瓦解，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些陪他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股东。您输得起吗？周总，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，我认为这是宇辉跟丹信现在的关系。丹信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，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。穿破大地是种子的新芽，襁褓无花，哭笑间悄然长大。生命中的馈赠，暗处有标价。若心无敬畏，终会承担代价。一粒粒沙，兴起居高塔，迷途的人为寻家走遍天涯。柴米油盐之下，各自的活法。若爱有时差，我愿一生牵挂。你我付出的，也曾回报着你我。水滴变云朵，落雨时还给湖泊。亘古不变的，唯有真爱和因果。不都是平凡着那个美在用力活。你我热爱的，也在深爱着你我。日出又日落，你追着光奔跑着，都在不屈地抗争命运的抉择，都是平
凡者守护人间的烟火，都是平凡者守护人间的烟火。